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各位小伙伴们肯定对于肯德基爷爷不陌生，他有着长长的山羊胡子，穿着广为人知的白色西装，系上黑色领带。其实他就是创始人桑德斯上校。他富有烹饪天赋，开发了秘密食谱肯塔基炸鸡，同时也是个聪明有远见的商人。但是你听说过桑德斯上校的诅咒吗？如果有小伙伴对日本职业棒球感兴趣的话，可能对于这个诅咒有所耳闻。那到底是什么事情惹怒了慈眉善目的肯德基爷爷呢？本期依旧不是恰饭视频，所以想看的朋友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让我们一起回到1985年的日本关西。事情是这样的，在1985年的日本几支职业棒球队中，阪神虎与被视为王者的读卖巨人队相反，被认为是日本职业棒球队永远的弱者。话虽如此，但无论战绩如何，每当有比赛，还是会有大批忠实粉丝涌进球场支持阪神虎。然而，在1985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阪神虎队竟然赢得了日本系列赛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胜利，这震惊了日本棒球界，其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明星球员巴斯。他是一个美国人，单枪匹马地扭转了阪神虎队的命运。这下子，球迷们简直是过年了，一个个几乎都疯狂了起来，在街道上奔跑庆祝。其中一些球迷聚集在大阪道顿库荣桥上举行欢庆活动，桥下流过的是当时大阪最脏的河流之一。而为了欢庆，球迷们会大喊阪神虎队球员的名字。每当他喊到某位球员的时候，打扮得像这位球员的球迷就会跳入河中，得到一片欢呼声。然而当喊到巴斯的时候，在场没有一个球迷是美国人，狂欢的场面一度变得尴尬。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把吉祥物娃娃放在店门口的习俗。肯德基虽然是美国企业，但在策划进军日本的时候，也观察到了当地的风俗，决定把桑德斯上校的雕像放在店门口。狂热的球迷看到了附近肯德基店外面有桑德斯上校的雕像，喜出望外，都是有胡子的美国人。球迷们也不顾营业员的劝阻，随后就把桑德斯上校丢进了河里庆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一定是无语的，怎么为了欢庆找桑德斯上校来替代美国人？这属实有点过分，甚至有点无脑了。而且人跳进河里还能自己上来，而被丢下去的桑德斯上校只能躺枪似的沉入了河底，沉睡了20几年，直到2009年才被捞上来。随着桑德斯上校被丢入河中，大家喜悦的心情也就随之而去了。然而让所有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支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找回桑德斯爷爷的雕像前，阪神虎队就再也没有拿下过冠军。在1985年的系列赛中成功后，阪神虎队在联盟中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不过就是倒数的。昔日让整个日本职业棒球队联盟的队伍开始了18年的连败噩梦，于是人们才想起当年把桑德斯上校丢入河中的事情。那场冲动的庆祝活动被认为是冒犯到了桑德斯上校。虽然在1992年和1999年出现了短暂的起死回生，给球迷们带来了希望，以为桑德斯上校的诅咒即将被打破，但一切都以失败告终。在这段时间中，球迷们心烦意乱，意识到了冲动的后果，于是试图找回被扔到水中的桑德斯上校，包括派潜水员下井和疏通河流，但都失败了。球迷们集体向肯德基经理道歉，甚至赠送了新的人形雕像，但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桑德斯上校的雕像仍然在河中，阪神虎队的连败噩梦就无法被打破。那么这个诅咒真的就无法瓦解了吗？果不其然，2003年的阪神虎队赢得了中央联赛的参加日本系列赛的资格，对手失去了明星球员，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各大媒体报纸也都猜测桑德斯上校的诅咒终于要被打破了。赢得了中央联赛的球迷们已经很兴奋了，不停的有粉丝跳入了道顿库荣运河中，人数甚至达到了5300多人。然而对于一名24岁的铁粉来说，这场庆祝活动就是一场悲剧。他被狂欢者推下了水中，而且在水里他被大量的球迷挤着，无法探出水面呼吸而溺死了。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大阪市议会下令从2004年开始建造一座新的道顿库荣桥。另外，如果桑德斯上校的诅咒被打破了，阪神虎队再次获胜的话，球迷们就无法冲动地跳进河中庆祝了。然而球迷们的希望再次破灭，阪神虎队输了，诅咒牢不可摧。在2009年3月10日，大阪政府部门在清理河道的时候，在道顿库荣河中发现了桑德斯上校的雕像。最初发现雕像的潜水员以为这只是一只水桶和一具人类的尸体，但现场的球迷很快就认出他就是苦苦寻找多年的肯德基爷爷的上半身。第二天，人们就相继发现了右手和下半身，但雕像始终不完整，缺少了眼镜和左手。有传言说，当时他的手是模仿了伊斯兰教法而被砍掉了。虽然已经找到了大部分肯德基爷爷的雕像，但阪神虎队的成绩仍然没有起色。难道是因为残缺的部分还遗落在河流里，肯德基爷爷还没有息怒，还不肯打破诅咒吗？
迷信的球迷们认为，唯一能够解除诅咒的方法就是归还肯德基爷爷丢失已久的眼镜和左手，甚至在那段时间里面，为了避免不小心使用 chicken 这个词汇而冒犯到肯德基爷爷，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不说点鸡肉去吃鸡肉，而是说点肯德基去肯德基。这个说法之所以能够固定下来，也是源于当时时代的背景。创始人桑德斯肯定打死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人形雕像竟然唤醒了日本棒球界的复仇者幽灵，还掀起了这么大一阵风潮。不过因祸得福，从被肯德基爷爷被丢入河中之后，肯德基的营业额一直就居高不下。当然，事情看似很简单，只要阪神虎队赢一次，就没人会再相信肯德基爷爷的诅咒了。其实，在事情发生后的前2个赛季，都没有人提到任何诅咒。但是如此强大、被球迷看好的团队，怎么就这么快变弱了呢？让人莫名其妙。曾经在一个深夜的电视节目叫做《管中科院》，在节目中提到，有观众要求恢复桑德斯上校的人形雕像，但是4次尝试打捞都失败了。节目的主持人说，直到他被获救并清除污泥，阪神虎队才有望再次获得冠军。从这以后，这个诅咒就流传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阪神虎队的战绩也一次次被泼冷水，诅咒的可信度越来越高。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阻碍阪神虎队取胜的原因肯定不止桑德斯上校的诅咒，但不只是日本，许多国家的体育项目都流传类似的诅咒。球迷们无条件的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往往会用诅咒来解释比赛的失败、球员的意外伤害。无独有偶，说到体育诅咒，名气更大的就是贝比鲁斯魔咒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耳熟能详的魔咒之一。1920年，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被红袜子队的老板卖给了洋基队。坊间流传，当时屈辱离队的贝比鲁斯撂下狠话，诅咒红袜子队在他死后100年内也拿不到冠军，结下了美国棒球史上最大的梁子。果然，洋基队在此后不断称霸，甚至有人说这是贝比鲁斯的灵魂徜徉于洋基队球场。直到2004年，红袜子队拿下了世界大赛冠军，破解了贝比鲁斯的魔咒。同样，日本的阪神虎队再次夺冠之前，肯德基爷爷的诅咒依然不绝于耳。不过，人家红袜子球迷都苦苦等了84年了，才看到了历史性的片刻。这么想的话，阪神虎队的球迷们也不要操之过急啊。虽然正今天讲的诅咒都是与棒球有关，但是在2002年，日本在世界杯足球中击败了突尼斯，500多名球迷无视了警察的防护，又跳入了河中庆祝。此外，神户市的一家肯德基餐厅外的桑德斯上校的雕像双手又被砍了下来。我想说的是，球迷们真的太疯狂了，难怪球场外很多安排的都是武警。其实关于肯德基爷爷还有一个趣闻，简单的来说就是肯德基起诉了肯德基爷爷。根据肯德基公司的说法，他们的菜谱是按照精准的标准工艺制成的，并且成分与桑德斯上校传奇的秘密炸鸡菜谱完全相同。他过去常常用更多的配料制作食谱，现在的肯德基已经简化，只用了11种香料。而桑德斯对于新的食谱并不满意。在一次采访当中，有人问他是否吃肯德基，桑德斯抱怨那些根本就不像他的原始食谱，面糊的味道像墙纸，肉汁吃起来更像烂泥。由于他公开吐槽肯德基难吃，于是肯德基公司决定起诉自己的创造者。哎，这太无语了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了这些关于肯德基爷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你还觉得他慈祥吗？正觉得当时日本的肯德基就应该请那位美国球员巴斯当代言人，说不定还会拉一波销量。但是话说回来，棒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运动，球迷们也相当的迷信，他们更愿意相信是肯德基爷爷的诅咒，给自己安慰。支持的队伍实力还在，肯定是因为魔咒才与冠军失之交臂。虽然这种信仰无伤大雅，但这也告诫了所有人，冲动的庆祝活动并不可取，小心被诅咒哦。凡事都应该有个度，不然很有可能就会把喜剧演变成了悲剧。那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在这里，正还要感谢给我充电的詹台渊奇、天涯节序、瓦哈哈4512、黑钢 Relight、复方安片、温吉尼克科技、赤色之兽、代号赤天使、银魔中曲、我是霍哈哈哈、夜空萨马达和爹爹一起的阿荣小姐、狗 up 再不更新给爷爬、采光女王、恶门梅牙、西斯维达尊主、Revolution 666、帝王阵营最强、进击金融、雪特、柏树 Lost、卡拉德许、愚者之言。感谢你们对我鼓励和支持，那我是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